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其实我当时内心其实非常的忐忑，因为我觉得说，首先它是一部电影，然后其次它是一个拥有非常多原著忠实的书粉的这样一个 IP。当我跟导演见面的时候，然后导演跟我探讨了很多，他觉得他在我眼睛里面看到张小凡那种特别纯真的那个影子。所以当时我是觉得说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导演，然后当时因为其实我当时对自己还是有一点怀疑吧，因为我觉得说，首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张小凡，那我演出来的张小凡能被大家接受吗？我觉得善良跟真诚吧，就是对待我觉得说对待任何人都要真诚。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真的是气候的挑战，因为我们当时零下20度的时候，在北京的郊区深山里面，怀柔那边的深山里面拍的，真的非常冷，就是冷到我说词儿我说不出来，就是嘴被冻住了。当时穿的很单薄，当时穿的是一些差不多就是这个衣服这样，就是短袖，然后还有草鞋、短裤，就破破烂烂的。我想想，NG 最多的一场戏，被吊起来吧。他当时要跟那个机器配合，就是我要从上面从30米的高空往下坠，然后他的机器要跟着我往上迎，所以我要不断的跟那个机器配合，就是配合的不好的话就得 NG 再来一次。其实我自己对于威亚来说，我还蛮喜欢吊威亚的，因为我觉得人生很难有这种在空中翱翔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，好像拍戏给了我这种可能性，能让我在空中翱翔。我在片场还行，就是也不太闹腾，但是也没有很安静，就属于一个能跟别人搭上话的那种人。但是我当时在演小凡的时候，尽量让自己放空，就不要有很多的杂念。比如说我们等戏的时候，搬个椅子，然后坐在那儿就会尽量让自己发呆多一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拍一场戏的时候，导演就会说再呆一点，再呆一点。我说再呆一点是什么意思啊？导演再呆一点，然后他又说小凡不可以让别人觉得很聪明，然后说哦原来是这样啊，因为那种呆萌跟那种傻傻的感觉，如果演不好就会让别人觉得很刻意，就是很难演出一种让人真的觉得哇他真的是个傻子，就是个那种傻傻憨憨的，但是同时又让大家很喜爱的那种感觉。小动作的话，他有一个那个嗜血珠，然后他每次就是想不通问题的时候，就会摸一摸那个嗜血珠，这是我跟导演探讨出来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加在里面，然后刚好后面他那个嗜血珠还有后续，就跟那个烧火棍融在一起了。剧版的时候我看过，我以前看过，所以这也是我当初的顾虑之一，因为前面有一些很优秀的一些作品它已经存在了，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，所以这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挑战吧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尽力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就行了。我觉得是工作上的变化吧，它的节奏变得更快了，然后需要我非常的集中精力，需要我的身体跟我的心智都要快速的调整，跟上这个节奏才可以。当时演小凡的时候，我还吃胖了大概可能8、9斤吧，就因为之前在拍《陈情令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让自己就是不能吃，要瘦，因为要贴合那个人物嘛。然后到了这边，他们觉得我太瘦了，说你得吃一点憨憨傻傻的才可爱。当然，如果后面有一个角色真的非常吸引我，那我当然愿意。那你后来拍完这之后又减肥了吗？拍完这个吗？减，立刻减。怎么减的？有秘诀吗？就是少吃多运动，强迫自己要运动。比如说我有买那个椭圆仪，就是每天我得踩一踩，然后出点汗才行。我目前没有把自己框死在一个类型里面，因为我觉得说，就像演员这个职业一样，它本来就是充满无限可能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充满无限可能的。